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爱生活的频道。有这么样的一瓶威士忌呢，你如果买到后呢，立马反手转卖出去的话，是至少能够以1倍或者2倍的价格卖出去的。不是跟爱马仕包包一样吗？对啊，就是它就是有跟爱马仕一样这么强的号召力。有钱未必买得到，但是买到肯定就是翻倍赚到，对，就跟爱马仕包包的理念很像。那大家肯定会很好奇，这一支到底是什么样的品牌的酒呢？对，当然它就是放在前面的，就是这一款来自澳洲的叫做 Sullivan Cove 的 French Oak Single Cask Whisky。后宫佳丽3000哦，这是最近猛男的新宠儿。那说到 whisky 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牌子就一定是有像 Johnny Walker 或者 Chivas、Macallan， 还有像 Jack Daniel 啊，甚至是就三旗系列的 whisky， 包括它比较出名的 Yamazaki 或 Hakushu 跟 Tipiki。那像三旗的 whisky 呢，它最近呢的确是有非常强的增值的能力。那今天这一支 Sullivan Cove 呢，它的这个增值能力呢，绝对是能够跟 Suntory Whisky 能够相比的，甚至是有超越它的这个能力。那现在我们首先来大概介绍一下 Sullivan Cove 这个 whisky。那我们先把 Sullivan Cove 在接下来呢会简称叫做 SC。SC 呢是坐落在澳洲塔斯马尼亚州的一个酿酒厂，它其实是整个澳洲第2最古老的威士忌的酒厂。它是在1994年的时候成立的。SC 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没有特别的专注做一种色酒，它其实什么酒它都酿，包括像 Gin、Vodka、白兰地啊、Whisky。那结果呢，就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做的这些酒的质量其实都不怎么好的，那业绩不怎么样。很快呢，到了1999年呢，整个酿酒厂呢就经营不下去了。后来就找了一位叫做 Bill Luck 的这一个人来接手这个公司。那 Bill Luck 这个人其实在澳洲的威士忌业界里面呢是蛮有权威的。那 SC 呢，刚才说了是澳洲第2最古老的威士忌厂嘛。那澳洲最古老的威士忌厂呢，就是叫做 Luck Distillery。那 Bill Luck 呢，就是那个幕后的把整个 Luck 这个品牌打响的那个人。所以呢，当他接手了 SC 的时候呢，他也把当时跟他在 Luck 那个公司打拼的头号酿酒师 Patrick Maguire 呢一块的拉过来。他们这2个人接手了 SC 之后呢，他们首先做的就是把所有其他酒的生产线都切断，然后就只专注去做这种单卖的 Single Malt Whisky。那威士忌呢，在这边想跟大家来一个简单科普的知识，就是他们有分 Blended Malt， 然后还有 Single Malt。SC 呢，它是属于 Single Malt。Single Malt 的意思就是说，这瓶酒里面所有用来酿酒的麦芽呢，都是在同一个地方所种植的，而且呢，它还是 Single Cask 的 Whisky。Single Cask 的意思就是它都是从一个橡木桶那边所酿出来的。因为像在外面可能我们看到的一些只是写 Single Malt Whisky 的品牌呢，它可能呢是好几个 cask 就是酿在一起来制造出那一个大家所熟悉的味道的。而 Sullivan Cove 呢，它是想要做到就是每一瓶酒呢都是有它的独特的个性的。他家呢基本是有3个主打系列的，一个是叫做 American Oak Whisky， 一个是叫做 French Oak Whisky， 一个是叫做 Double Cask Oak Whisky。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来看一下到底 SC 的酒它有什么因素是导致它有如此强的增值能力吧。这至少是我们个人自己分析出来的一些看法。那首先第一个点呢，就是过硬的天然优势。那 SC 呢，它因为是坐落在塔斯马尼亚州嘛，那塔斯马尼亚州呢是全球公认的一个好山好水好风景的地方。那做威士忌呢，最主要的2个成分，第一就是水，第二就是麦芽嘛。那它的麦芽呢都是纯在塔斯马尼亚所种植的，然后第二呢，它的水呢也是用这种塔斯马尼亚的山水。那在这个天然环境下，它自然就能够酿出一些质量比较高的威士忌了。而且再加上呢 SC 呢，他们特别的着重他们所有酿的酒的橡木桶呢都必须是真的是有酿过酒的。还有造假？不是造假，就是特地加工的。像 Macallan 它是一个产量非常大的一个酒庄，那其实根本 Sherry 的木桶是没有那么多的，但是呢，为了要打造那个木桶有那个 Sherry Oak 的味道呢，他们是可以后期在这种空的橡木桶那边呢加工，让它有这个 Sherry Oak 的味道。那口味上没差吗？所以他们就叫做 Single Malt Whisky， 但不做 Single Cask 嘛，因为他们就可以从很多个 Cask 就混合起来，至少就是让你达到就是你不管喝这一瓶 Macallan
或者是另外一瓶 Macallan 的味道都大致相同。你在说 Macallan 公司要告你？没有告，就不同的制作过程，追求不同的品质嘛。第二个点呢，也就是 SC 呢，他们本身是一个追求完美的酿酒过程的这么样一家酒庄。一般呢，像这些比较大牌的奢酒企业，比如像 Chivas 或者是 Johnnie Walker 呢，他们每一年呢制造威士忌呢，都是根据他们的销售预期而去制作的。SC 呢，它其实是一个规模非常小的酿酒厂，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因为销售预期而去制作威士忌，反而呢，他们是在品质上呢想要去追求完美。所以呢 ，SC 呢，它所有的酒呢都是没有固定的一个年份的，它没有是像Chivas 这种或者是 Johnnie Walker 这种有10年、12年、15年、18年的各种不同的系列。SC 呢，它的酿酒师呢，他会不断的去品尝它每一个橡木桶里面的酒，直到他认为的它的那个味道是已经酿的差不多可以了、好了，那他才会开始拿出来说把这个橡木桶拿下来，然后我们卖这个橡木桶的酒。是每一年在品吗？每一周、每一个月都在品。因为他们有很多个桶嘛，所以它都是要拿来品的呀。哦，所以不是单个木桶。他们是有那个像 schedule 时间表的，就大概这一个桶大概几时我会开始拿来品，然后今天如果品了之后，我可能再多2个月、3个月再拿过来品这样子。就同样一个木桶，每隔2-3个月就品一次。对，要不然天天都被它喝光了。而且呢，当这个酿酒师他确认这个橡木桶里面的酒是可以拿出来卖的时候呢，他们还得再去做多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他需要稀释这个酒的酒精浓度，因为他们说每一桶酒它都需要有一个特定的酒精浓度来发挥到它最好的味道的。不像我们看那种 Johnnie Walker 或 Chivas， 它的每一个都是固定了43%的酒精浓度的。那 SC 呢，它都是去不断的尝试去调控，找出这一桶酒能够发挥到它最极致的时候，到底是酒精的什么样的浓度。像这一瓶呢是大概47.6，47.6。对，像这一个就是47.6的浓度。从它确认的这个橡木桶的酒可以卖到它真的是可以去做装进酒瓶的过程呢，大概还要再多几个月的时间的。所以呢，像这个 SC 呢，它所有的细节呢，其实都是写在这个小白色的那个贴纸上。那另外呢，我在这边还想跟大家分享多一个细节，就是一开始的买下了这一瓶酒之后呢，就发现了一个东西，就是它的这个油瓶看起来是有一点油腻的感觉的。然后我一开始呢，以为呢是我家里的灰尘特别多，然后就导致了它有一点点的这种油腻的感觉。大手这瓶。对啊，然后后来呢，其实我自己上这个 SC 的官网上面去读呢，才发现呢，原来所有的威士忌呢，它其实都是本身自然天然是带有一定的油脂的。里面还是外面？就威士忌本身它是天然自带油脂的。一般呢，像大企业呢，他们都会把所有的威士忌呢加工一个叫做 chill filtration 的制作过程，也就是把这些威士忌进入一个速冻的过程，然后呢把那些油脂冷冻隔除掉它，再装进瓶子的。所以如果大家看像 Chivas 像 Johnnie Walker 呢，它的瓶子是不会有任何油腻的成分的。那 SC 它是没有做这个过程的。为什么呢？因为呢 SC 的酿酒师他们就认为这些威士忌里面的天然油脂呢，就能够让到你喝这一个威士忌的时候是比较顺口、比较润滑，就有点像橄榄油跟沙拉的搭配这样，就是那个橄榄油呢就丰富了那个沙拉的味道。那第三个点呢，就是 SC 呢也得到了大量的国际荣誉。那一般上呢，就算你的质量再过硬也好，如果呢你没有得到一些国际荣誉的眷顾呢，那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多的人会去关注或者留意到你这一个品牌嘛。像我们刚才有提到的37 Whisky 的系列，其实呢，我以前10多年前在马来西亚工作的时候呢，就是37酒系列的主要分销商吧。那当时呢，一瓶37 Yamazaki 12年份的酒呢，才卖60块钱澳币左右。可是呢，我却需要去挨家挨户求那些老板们是至少买1-2瓶放在他的酒吧里面，好让我能够交差。可是呢，
在2014年之后呢，就因为一位叫做 Jim Murray 这个在威士忌界里面很有权威的一位人物呢，在他每一年的评选威士忌的那本书，把三旗系列的其中一支酒 Yamazaki Sherry Cask 呢写上它是有97分。从此以后呢，三旗系列的威士忌呢就声名大噪，所有的酒呢都是价格不断往上的涨，然后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了这个品牌。那平时你对品质的追求，我看你难道不知道 Yamazaki 很好喝，品质很高吗？所以啊，我就开来喝了，然后就装在肚子了。现在我这个肚子是很值钱的了，所以有很多瓶 Yamazaki 在里面了。可是肚子不值钱，只有我自己抱着它值钱。肚子不值钱，你抱着它就值钱。现在还要一直减肥，要我减掉它。啊，不然呢？对啊，就自己现在 carry 着这个肚子，然后你还一直叫我减肥，那减掉了就是把所有的钱就丢出去了。那大家留言一下，你觉得某男是需要减掉肚呢，还是不需要？那 SC 呢，在国际荣誉里面也是屡获大奖的，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在 World Whisky Award 那边呢也拿过大奖。不单只在2014年拿过大奖，也在2018年还有2019年呢，也是拿过最佳的大奖。然后 Jim Murray 呢，其实也有对 SC 做过评分的，他对他的评分也有高达90分到92分以上。那第四个点呢，就是 SC 呢，它是一个极度量产的产品。刚刚一开始也有跟大家分享了 SC 呢，它现在能拿出来市场卖的酒呢，都是它在10多年前开始酿的。那众所周知呢 ，SC 在1999年经历过了一次重组嘛。那大家都懂重组之后呢，其实公司的财务能力是非常的有限的。在他们当时的头10年呢，其实他们大概每一年呢，也就只会酿大概30桶酒左右。那10多年后呢，也不是说这30桶酒它都会拿出来卖的，因为 SC 它对品质的追求嘛，所以呢，可能从这30桶里面呢，也就是大概有20桶左右的酒会拿出来卖。那每一桶的酒呢，就大概能够装出300瓶，然后拿去卖。也就是说，它一年的产量呢，就大概在5-6千瓶左右。我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在我以前我在马来西亚做这个色酒业务的时候呢，我的其中一个客户只是单一 Chivas 的酒，一年呢就是用上了超过6000瓶。那 Chivas 在全球它的销量是有多么的惊人呢 ？SC 的销售制度呢是以抽签的形式来做的。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得到，而是我还动用了我好多位朋友一起帮我去参加这个抽签，抽了半年，然后我们也抽了大概半年，才成功的抽到了这一个 SC 的 French Oak 系列的酒，所以呢也导致 SC 呢在2级市场，大家如果现在能看到呢，它都是至少翻了1倍的价格。像这个 French Oak 它一般都是翻2倍的价格，但是也找不到。如果大家现在去搜的话，在二手市场是根本没有货的。但是呢，如果大家去现在eBay这个网站是能够看到有一瓶获奖的那一瓶酒，那一瓶酒现在是卖着2万块钱，比它原本的价格翻了整40倍左右。所以要赢奖。对，所以看一下明年会不会赢奖。对呀、但你开来喝了已经不值钱了，就每一口下去就1000块澳币5千。总结下来 ，SC 呢，它的这个酒有这么强的升值能力呢。第一呢，就是它是占有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而第二呢，就是他们在酿酒过程中呢，追求极致的完美。那第三呢，就是他们也得到了非常多的国际荣誉眷顾。还有第4点呢，就是他们本身呢，本来就已经极度的量产了，口感这些我也不是专家，我只是以我自己个人喝到的那个感觉，并没有特别的偏好它，因为它是贵或者是它有这些荣誉而说它的好坏，就是觉得它的整个味道有很多重的味道吧，不是很单一的那种。对，它是很有变化性的，所以威士忌符合这4种就会增值了。所有东西这4点。所以呢，就是叫做 single cask single malt whisky， 就好像大家在外面看到 double cask 还是 triple cask， 就是说它是好几个那个木桶掺起来的酒，对吗？掺起来，马来西亚字混合起来的酒。